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《暗黑破坏神2代重置版》双热圣骑士的流程。今天是地狱的第一章，终于来到了地狱难度啊！我的双热圣骑呢也换了很多的装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小弟，衣服呢换了一个无形的虫壳，遵从还是那把，但是头盔换了啊，因为我没有第二个无冕盔了，所以说它需要吸血。那我的手套换了，盾呢有了噬金盾、大军，最好的呢就是这个强制了。另外戒指呢也有一个婚戒。上一期咱们进行了鉴宝大会，很多打出来的小符都给现在的圣骑士装备上了。武器上我也镶了一个13号。用来提升攻速的档位。我录制地狱难度之前呢，有很多小伙伴就说呀，说日用品的圣骑士打地狱难度实在是有点难。但其实呢，如果你日用品搭配的合理的话，也会比较顺利的通关。那圣骑士在地狱进行攻略呢，有2点。首先是生存方面，和敌人正面对抗的时候，尤其是比较多的敌人，那你按攻击键一定不要松手啊，因为你的生存呢是寄希望于你的偷取的，无论是法力，还有最重要的血量。你能偷得回来，就能够站得住。那输出方面呢 ，CB 最好要高一点，压碎性打击啊。强制呢，压碎性打击就比较高，再配合咱们的大军啊、石油骑士的鞋，还有咱们的武器。所以说，虽然伤害的面板咱们是3000多上限，但是呢，这个输出是够的。一个任务可能要打完了呀，这里已经见到了尸体发火。双热圣骑打地狱难度呢，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你怎么应对无冕系的敌人。那如果是一些小怪呢，你能绕就绕过去了，但有一些呢非打不可怎么办？比如说你碰见3BB，有一个无冕的怎么办？这里的处理方式就比较多。我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低成本的呀，因为高成本的呢，咱们一个离线环境也练不起啊。那低成本的比较好的，你可以选择一个3口的剑，一般是选择幻化之刃，做一个符文之语执法者。需要的符文呢是11、20和18。选择幻化呢，就是为了快速的把武器上的伤害加深给敌人贴上。那还有一种方式呢，是你的项链别用大军了，带重链。这个触发率比较低，但是呢，按圣骑士的手速来说也够了。大家看我箱子里这些小符啊，都是上一期的鉴宝大会鉴别出来的。挑好的装备啊。那破无冕呢，还有一些方式，比如说有的小伙伴呢会加锤子。这个也是可以的。那我的方式呢是选择了使用复仇这个技能，但复仇这个技能呢，它一共有4个关联技能，每个呢我也都点了一点。这个效率啊就不敢恭维了，只能是在打一些不得不打的怪的时候用一下，不能作为常规的破无冕的手段。第2个任务，还有一些小伙伴呢会选择从佣兵的武器上下手啊，
但其实佣兵呢，我感觉还是需要强调一下他自己的生存能力。这里我换了力量的佣兵，因为我现在的命中率啊，打敌人大概是70%出头，感觉也够了。小弟的这把遵从伤害比较高，上限是800多。我说的比较高啊，是相对于这个离线环境的。理财其实也非常一般，但是好在呢是个无形的。PP 过来锤他，他跑动呢咱们跟着跑，他跑远了呢咱们冲他。一个冲刺，然后接着锤。这个大的装备上吧。今天攻关的效率还可以啊，大概6分钟做了2个任务，去救老爷子了。其实我现在的这个圣骑士啊，难点在哪儿呢？通地狱，咱们的血量上限太低了，现在只有900左右。大家想一下吧，地狱难度，一个近身的战士，血量上限900，这个是不太够用的。那后面升级呢，我的资源就要向血量上进行倾斜了。另外，圣骑士也要注意啊，你在打污冕的怪的时候，还有骷髅系的敌人的时候，你是偷不到血和法力的。这个时候要谨慎，不要往人堆里边扎。那总结一下呢，咱们的圣骑。生存呢靠双吸，输出呢靠 CB。我的头盔啊带了一个污冕盔，其实这是有待商榷的。但是呢，污冕盔上的偷取法力是我身上唯一偷取法力的手段了。这个就是你玩离线和玩战网的区别。战网呢，你的装备可以比较好的进行搭配；离线呢，你就需要根据你现有的东西进行搭配了。包括这个噬金盾，我是从哪儿搞到的呢？是我录制 1.14 的时候，一个角色仓库的角落里发现的。我记得当时我没有打出噬金盾，但是呢，角落里有一个。我就拿过来了，并且呢打了一个孔，镶了一个大钻石。但即使这样啊，我的除火抗之外的抗性还是没满。还是没到75啊。咱们就别说满了，因为上限啊，那是不可能到的了。这个山洞啊，里边的路比较曲折，不太利于冲啊。所以说你冲起来要节制，万一撞到边缘呢，你的体力啊、法力会瞬间的被抽空的。而且啊，我的盾啊，从上期的精神盾现在换成了噬金盾。那噬金盾没有精神，加那么多法力的内向，所以说这个冲刺的续航也降低了，导致我需要时不时的捡一些蓝瓶。
好，出来之后咱们先找树啊，还有传送站。我手真的太欠了呀！见到火焰的这种神殿就想点。我记得在噩梦难度我也点过一个。先找到大树了，锤吧！佣兵升级了，60多级呢，在地狱难度涨经验是很快的。这个打完这期呢，我自己会再练一练，因为我在复仇这个技能上呢，付出了5个技能点啊。其实不带大军，把重链换上呢，这5个技能点我也就省了。没关系啊，后边咱们还可以洗。其实啊，效果也差不了太多，都是一些低成本的方式。这个点在哪儿啊？之前找洞很顺利啊，点怎么找不到？这个相对位置应该很清晰啊，尤其是对老玩家来说啊，知道洞在哪儿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点呢？石块旷野，拉卡尼修呢？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清掉了，所以说这里直接点这几根柱子就可以了。来救老爷子。把中间的怪先清一下，然后呢，把铁匠清了，再救他吧。锤人好快啊！穿着强制真的强啊，而且呢，强制成本并不高，最高呢就需要一个22号。我其实呢没有22号，但是我有2个21。所以说就合成了一个22。今天呢 ，MF 又打出了一个23号。哦，给的这个戒指啊不大好。行了，该去打符文了，女伯爵。这些精怪还是要打，因为他们经验实在比较多呀。我刚才呢在箱子上绊了一脚啊，半格的法力就没了。我法力现在上限应该是200多，我刚才绊了一下，一下就100多。哦，这一票起码有2个精怪啊，打呀！打这波之前经验大概是48%左右啊，看打完了是多少？现在是55%、58%。哦，这个家伙呢，实体攻击无效，让咱们切出丑，还可以吧？效果还可以，但是有个前提啊，它是一只怪啊，就单独的。如果上来一群，像幽灵那种怪，都是无免的，那咱们打起来就很困难了。但是那种怪可以躲呀，所以说这个地方验证了一下，比如说咱们打3BB 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实体攻击无效的。
那咱们可不可以应付？看来是可以，因为打一个呢还成。那这个方案呢就这样了啊。后面的技能呢就像盾牌倾斜了，因为双热，2个热都加满了。而且呢，热忱打击相关的牺牲也加满了。这地方我的传送杖要省着一点啊，我争取不回去，就来一次啊，这30多下把这个塔给探完。其实很多小伙伴已经看出来了，那后面呢，我把血量再强化一下。这个圣骑士啊，在地狱难度是很难躺下了，比较硬。但是现在呢，血量少一些，500多不到1000，这起码我感觉弄到1200、1500啊，能有一些容错率啊。不会在诅咒状态，邦的一下被秒掉啊！4层了，哦，这儿又有精怪，打他呀！经验值70%了。我现在玩暗黑2的心态啊，和年轻的时候有变化。年轻的时候就沉迷于打那些好装备啊，就不停的 MF。但现在我感觉练级呢更有意思一点。所以说每次现在给大家录制完了一期，我就开着8PP，然后练一会儿级。我当年玩 JRPG 的时候也爱练级啊。女伯爵，来吧！女伯爵不在家呀，不在屋里，在屋外边。让他跟咱们进屋啊。这还是腼腆型的啊。得，给了个13号。走吧，有点敷衍我了呀。Good to see you. 修了一下装备，花了8万多。刚刚差点退出游戏啊！我就想关那个框儿。这个地方要锤啊！90%的经验。下一个任务呢，铁匠。轻快的效率还可以吧。屠夫这把武器呢，咱们如果没什么好东西，拿着还是不错的。毕竟它成本比较低，而且呢，你可以给它升级一次。我这把呢，现在就是升级过的，然后呢又镶了一个13。但是在战网环境，谁用这个东西？这就是过渡武器啊！咱们现在呢就只能把它用到通关。外侧回廊。先来找铁匠，
蓝色的怪轻啊！往里边走。兵营的话呢，我现在也有点熟悉了啊。哎，门口就是铁匠啊，这么近啊！它一般铁匠的方向呢和下一层入口是在2个方向，所以说也不难找。来吧，回去交任务，顺便呢休息一下。好，现在复仇相关的技能呢，咱们加完了，算上复仇自己，一共用了5个技能点。效果之前测试过，还可以。我击中铁匠是72%的命中率，这样我是可以接受的啊。哎，不对，走这里啊。接下来这一段啊，是游戏的第1章，需要找路流程最长的。咱们在兵营找到监牢，监牢呢有3层。监牢出去之后是内侧回廊，然后才进地下墓穴。地下墓穴呢有4层，所以说这段找路啊，没个6-7分钟、7-8分钟下不来。这如果按照我之前啊，就给大家剪掉了。但是原来我剪视频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人就说这肯定是挂了呀，不挂为什么剪掉啊？但是你不剪的话，这个视频的时长就太长了。我一般尽量呢把视频控制在22-23分钟。这个东西数量多了上来，咱们实在是顶不住啊。关键呢，它燃烧法力，你如果一直打还可以，很多上来呢，你的法力起不来，所以说没必要打它，咱们就跑了。这才建了2层啊。那我看一下吧，这期呢就不剪了。如果本期的播放完成度不理想的话，那可能后面呢我还会剪的。尤其这段啊，找路真的非常远。3层。3层呢，再找就是内侧回廊了。好，这个力量光环是谁的？谁踩的？咱们这张升级了2级还是3级啊？小弟的输出也很高啊，2下就把那个小精怪捅爆了。这一小堆幽魂，5颜6色的，这一看就不好惹呀。法师的话，上去一个冰风暴就完事儿了。好的，出来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找路后边就是地下墓穴了。地下墓穴的2层，咱们把传送站点了。哦，这个地方要清，好多小蓝怪还有金怪。雇佣兵升级。骨灰在哪里？这个家伙有几率出好东西啊！好吧，当我没说。走了，去找安姐。2层，2层呢，先要找传送站啊。其实这些角色我感觉没必要了，找这些站点。
因为他们不靠自己养活呀，都是法师在养活他们。他们要这些点儿，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啊。好吧，从下一章，或者呢下一个角色德鲁伊开始，我就不去踩这些点儿了，咱们还是直奔过关。这个点儿呢找到，回去咱们把传送杖啊修一下。Good day. 在这儿呢买一点药。Good day. 回来 TP。TP 杖呢，留意一下，在第4层用，这样咱们可以直接斜着从门口传送到安杰所在的房间，不用打中间那一块儿。4层好像快找到了啊！哎，这波清一下啊，这波有小精怪。而且不止一只啊！经验现在40%多。只要不是实体攻击无效的，一般问题都不大啊。好，咱们直接 TP 过来，把这些小怪清一清。把这个会复活的先干掉啊！好了，打安姐。哎，我小弟呢？没影了呢？哦，在他身后。前后夹击啊，这个安杰顶不住了，爆了一个厚皮手套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